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大家好，我叫多多，非常开心见到大家。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多多，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开学第一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我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的。他说四川好呀，四川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四川养老。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我也很难回答。我说：“哎呦，上海好啊，上海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去上海等死。”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呀？咱没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你所以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
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大家都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内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啊，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啊，其实是怕这个思维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帮着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说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乘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啊。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啊，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上学。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找原生家庭要钱。其实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我爸这个人对钱看得特别重，他怕我乱花钱啊，就特别喜欢说一些夸张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每次我把我的困难和我爸说，他就要把他的困难和我说。我说爸，我想买件新衣服。新衣服得买啊，新衣服得买。我都4、5年没买过新衣服了。我说爸，我要交学费了。上学好啊，上学好。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我心想这也不至于吧？啊，学费就几千块，把房子卖了就行。就是我爸这样说话，就会导致我每次花钱的时候压力都特别大。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爸就趴在我背上，在我耳边说话，没事儿，你花吧，没事儿，都是为了你好。就有一次我在线下刚讲到这里，就有一个观众听哭了，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他看见我爸了。而且我爸每次给我钱的时候，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算账，算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然后一边算一边说：“儿啊，这些就是对你的投资，你只需要好好学习，考个清华就好了。这怎么能是投资呢？这就是赌博。”我有一年生日，我爸大方了一次给我钱，他说：“你生日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买了一件500块，特别帅、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有多新呢？那是一种虚荣心。
那我爸知道之后，他就问我，他说买的衣服多少钱买的哈？我说500，他说500呀，买的什么衣服呀？该不会是清华的校服吧？一句话就把我整难受了。我当时，其实我知道我爸挣钱养家很不容易，没有他我也不可能来上海上学，现在也不会不小心沾染上脱口秀。我现在回报我爸的方法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啊。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我通过脱口秀赚的钱，给自己买一件500的衣服，然后我爸问我多少钱的时候，我跟他说50，我说50他就开心啊，觉得我又乖又懂事，还给我报销了。我转念一想啊，虽然我倒贴了450，这就相当于我孝敬给他了。虽然他没收到，但是他开心了，这份开心的情绪就价值450，这就是情绪价值。就思路打开之后就变得特别完美啊！我有新衣服穿，我爸也开心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学到的一句谚语，就买一件衣服，我出450占大头，我爸出50占小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哈喽，大家好，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2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学好数理化，没让我学英语。走遍天下，走遍上海的困难。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没说怕什么，就反正什么都不怕。我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抢劫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等一下，要钱没有，但你看化学95。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不抢了不抢了啊！我把这些货讲给我爸听的时候，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那小孩子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听爸的准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听到这句话，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彻底崩塌了。吃盐是重量，走路是距离。我怎么比？我要是相信这个，那怎么学好数理化？因为我的学校、我的专业还有我考研这些选择，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我就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在帮我爹读书？我爸高中都没读完，没过几年，我哥就出生了。我哥6岁上小学，5年级逃课去网吧，4季风雨无阻，3餐简单对付。我爸可能觉得这个号练废了啊，那一年我又出生了。整个时间线相当有逻辑性。那现在我这个小号不行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我学了6年了，大学4年，研究生2年，年年倒数。就我现在学业焦虑，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我怕我真毕业了，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我怕他招不住。就我在手机上刷新闻，说我们电力行业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我心想你可快点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每天笑眯眯给我打电话，儿啊，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长大以后挣大钱，光宗耀祖。我不理解，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你怎么不努力啊？就这2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我跟我爸说，爸，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
他说：“那你别痛苦，你有的吃有的穿，有什么好痛苦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共情了。他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啊拿去要饭？”还能为什么？地铁不允许。节奏蛮有意思的。我说我想休学1年，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暴自弃，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很多人说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呢？就是你和他说话，传回来的只有回声。我说我不快乐，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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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哇，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首先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舞台，我终于站到这里了，非常开心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叫鱼仔，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朋友们开始炫耀了，我是一名富二代，曾经啊，就当了几年。这么说吧，在我快意识到我家有钱的时候，我家就穷了。朋友们，我是96年出生的，我大概在2000年对我家有些基础的记忆。当时我记得我的家那个条件很好，2000年已经有车有房有电脑了，就那个生活怎么说呢？别墅里面唱 K。当时我们家财富自由，现在我们家就财富他们自由了。为什么我们家有钱呢？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工厂，专门做那个摩托车的。最风光的时候，朋友们，整个大街上你们能看到的摩托车跟我们家都有关系。真的，当时我真的觉得那些什么摩的佬啊，都是我们家司机。甚至每次会去工厂的时候，都有那些工人都会一起叫我公子的。我都飘了，朋友们，当时我当时在想，我以后不要继承这家工厂，我要继承这帮工人。甚至我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回去我妈那个农村过年。真的，我们是地位最高的家庭。我们地位有多高呢？我是唯一一个在年夜饭不用表演的小孩。朋友们，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家道没有中落的话，现在那个什么张雪的机车，就叫鱼仔机车。我甚至说话都可以很机车。朋友们，真的我都不用管上节目，朋友们，我直接赞助节目，2个。朋友们，真的，那些嘉宾坐椅子坐了这么多季了，不要坐椅子，坐摩托车，对吧？朋友们，真的，那什么分为主领校员，你们都叫领航员，你们甚至可以坐在摩托车上面给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不喜欢开走。那朋友们炫耀那么久风光的时刻总是会过去的，我过去的还挺快的。03年，老家禁摩了。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飞车抢劫，有听过吗？给你们复述一下。一般就是会有个人在前面骑那个摩托车，后面会拉个人然后如果你在路上用手机，直接过来抢你手机，你要是不给他，他就拿把刀这样子。真的，朋友们，以前砍一刀是真能抢到手机的。而且你只需要拉一个人。最开始刚进摩的时候，我们是有机会翻身的。但你们知道吧，有钱人一旦落魄之后，就会想尽办法快速翻身，对吧？我爸选择的方式就是跟这个时代做对抗，他要跟自己的命运赌一把。他开始疯狂的买那个足球彩票。说实话，朋友们，我最开始觉得买足球彩票应该也没什么的，但我爸这个人太爱国了。
当时我妈还劝我爸，她说能不能别买了，都输这么多回了呀。我爸还说你不懂，哪有球队一直输。我朋友们，真的时代的潮流跟球队的输赢我们难以预测，但我爸的愚蠢势不可挡啊。钱被他赔光了，当时真的没办法，只能把房子卖了嘛，电脑卖了，摩托车卖不出去。当时我们家从一个非常大的大平层搬到一个非常小的小破房，不到30方呀。我当时总感觉应该要否极泰来了吧，朋友们，祸不单行呀。前面有说到吗？我妈农村人，当时为了跟我爸结婚呢，就把农村户口迁到城市跟我爸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家落魄之后呀，农村拆迁了。当时最少的一个亲戚分到了4套房。你们别忘了，我们把户口迁出来了。你们知道现在那些亲戚怎么对我们的吗？现在亲戚对我们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左边一套，右边还有一套。我最开始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天都塌了。朋友们，我原本出生的时候，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富2代和拆2代的剧本呢。我爸我妈一人给我撕了一个。我现在回去广州农村，我们变成地位最低的家庭了。那帮亲戚开始在年夜饭叫我表演脱口秀了。我现在真的好羡慕他们呀！那帮亲戚，他们那个大平层好大呀。我原本有我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他们大平层有多大吗？他们那个大厅两边的窗口打开，中间的风能把人吹走的。都不是什么穿堂风，穿堂台风啊！我那个表弟还过来跟我炫耀的，表哥最近刚毕业，打算买辆车，有什么可以推荐一下？我说你刚毕业买个什么10万块钱新能源就挺不错的呀。他不是表哥，我预算有50-60万。我说你刚毕业，预算有50-60万，我真替你高兴。但你就听表哥的，你不要买车，你多看看球。我爸前段时间还跟我说，他说儿子，爸打算再搏一把。我说爸别搏了，搏一搏最多单车变摩托，我们要摩托有什么用呀？他不是的儿子，爸最近看上那个项目，爸打算去种那个砂糖橘，真让他种出来了，朋友们，太有毅力了，我这个爸，跟我们家摩托车一样滞销了。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那砂糖橘放到网上去卖。啊，你们应该有看过那种广告的，帮帮我们吧，砂糖橘跟摩托车都滞销了。朋友们听得出来，我对我爸是有那么一点点怨言，但其实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怨他了，因为我现在甚至有点心疼他，因为他种砂糖橘已经种了1-2年。因为有一天我看到他出门那个很心酸的背影，我突然感觉他在跟我说句话：你在此处不要动，我去给你种些砂糖橘来。朋友们，真的啊，我也很想跟我爸说句话，我说爸，最重要是你不要动。接下来交给我吧，谢谢你们。谢谢鱼仔，喜欢鱼仔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鱼仔。刚刚这个演的过程中，紧不紧？其实是有点紧张的，因为真的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舞台，但我觉得，我已经尽力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开放麦看过这一段至少更松弛的表演，对，跟观众的连接可能会更紧密一些。几位，鲁豫老师刚刚看的时候，我记得你是第一个给了他鼓励的。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创作能力而且极有勇气的一个新人。先说优点，我觉得你把一个所谓时代的一粒灰具象化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觉得你是有创作，你要相信这一点。但是可以挖掘的地方，就可以提高的地方是，中间你看你到前面去已经渐入佳境了，但是后面有一点点开始沉了。在我看来，有一些地方其实你可以多了一番儿。在我看来，多的一番儿就是当你说我已经混到了乡里面，他们让我继续演脱口秀了那个时候，其实可以接到砂糖橘。
中间你又翻了一番，就是那个什么穿堂风跟表哥之间对话，那个是气氛开始有一点点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就多了。但是因为你要保持那个结构完整的话，其实前面机车那部分到后面砂糖橘那部分已经看到了时代的一粒灰，包括最后还有一个背影的那个文学性的表达，其实已经非常好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很感谢您能这样说，因为其实这整个事件里面全都是真实的，我想把这些细节给大家看到，就是。那我也支持你，因为首秀就是要讲自己想讲的。谢谢。就接着鱼仔这话说，我想问问黄渤老师，因为他就是有这个坚持，说，哎，我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身边的人，我就要在台上，即便我是脱口秀表演，我也要真实的表达出来。但是有时候咱们做喜剧创作也好，或者更广泛的戏剧创作也好，那舞台上的真实跟生活中的真实也是两件事儿嘛。一个是提炼，另外一个就是，就是它有的时候加工可能是需要一定的加工。对。而且我刚才是觉得你的那个特点特别明确，一下能让人记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其实你就天生具备这个特点，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的地方色彩，其实就是一个你特别丰富的一个创作素材库。对，我觉得我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普通话不好嘛。反而我觉得这还是有可能是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大部分都是比如说东北的、北方的，但是你的广东话广普吧，就是我们能听懂，然后呢，它又还会有一点点幽默感在，所以我觉得你其实那个度拿捏的是很好的。当然你有你的问题，比如说。我觉得有的地方可能那个你的文本和那个劲儿中间有一些悬殊，你的劲儿会过大了，然后那个文本可能它没有到那个度，你可以稍微收一点，但是你整个起承转合，我觉得还是很棒的。还是有点紧张的，很好了，第一次了。就从我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就是您作为广普，就说这广东人啊，已经这个普通话说得很不错了。哎呀啊，尤其是我们这舞台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2季的老朋友戴维，他特别慢。他也是广东人吧，是吧？对吧？他是那种就慢悠悠、慢条斯理的。您这个其实又保留了这个广东的风格，还能其实是有点紧张啊，说得快，但是我们还能听得清楚。其实这个很不容易。但我觉得卢玉姐那个说的特别对的点在哪儿啊？就是您中间有很多节奏啊，其实马上就要起来了。我能感受到，对，在这里的马上就差一口气，您这儿没顶上来，可能换别的了，你知道吗？咱从那个。摩托车的领域来讲啊，就它特好像那发动机，你知道吗？你有那个这拖拉机那发动机，有那拉线儿那个，就你得给它拉起来，它才能动。你总歇一会儿，然后那个是吧？你倒是给我们拉起来呀！太瘦了，没有力气。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在这舞台上可能也是刚来。我相信你有一天咱把这摩托车骑走那么一天。在这台上，下一位朋友呢？其实他第1季的时候就来过节目，但去年调整了1年，今年他会用一个更新的表演形式登场。他给了我6个字儿，叫不装了，纯抽象。我们掌声有请卡卡。大家好，我是卡卡。今天的形式不太一样，今天是以这个读诗的形式。轻轻的，我来到了理发店，门上写着免费理发和招学徒，我便免费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意识到别人为什么要在招学徒的时候免费理发。剪到一半，我意识到他是学徒。出于礼貌，我问他：“你是学徒还是店长呀？”他说：“我是来装路由器的。”我说：“这个头发你能再帮我修一下吗？”他说：“修一下可能没时间了，只能帮忙吹一下。”我说：“也行。”他说：“你的侧脸有点像张凌赫。”我说谢谢，他说吹完了。有点意思啊。
最近跟好久不见的朋友出来吃饭，他看着我的头发安慰我：“卡卡，心头3天丑。”我那天没剪头发。我喜欢无厘头，我喜欢莫名其妙。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来上海7年了。其实刚开始过来，我爸是不同意的，但他知道我在这边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慢慢跟我断绝父子关系。来这边我找不到工作，我亲戚让我请他吃饭，说他在这边是做那个招聘的。他拍着胸脯说，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可以找。我一直在等他说可以找我，没有。他就说没有工作可以找。我去租房子，我让中介带我看一个毛坯房。他说您的预算只能看毛嘟嘟。我说毛嘟嘟是什么？我第一次听。他说我带你看个毛嘟嘟。有时候我觉得没有人尊重我的感受，比如说我的室友很没有边界感，他总是偷偷用我的洗发水。我说你喜欢偷可以去超市偷，你别用我从超市偷的，可以吗？我去买衣服也是，店员总把我试好的衣服收走。我说这个是我试的，他说这个是女士的。我去打针也是，护士说可能有点痛哦。我说有点痛是多痛？他说你有没有被狗咬过？我说有啊。他说哦，那你还要再打一针。最近我在戒烟啊，但我的朋友们都不借给我。没人在乎我的感受。我知道，因为我的存在感很低。比如刚刚有个段子，我在喜单一讲过，根本没人发现。看大家的反应就知道，明年还能讲。但我不想面对，我是逃避型人格，我不喜欢看结局。《三国演义》我看到诸葛亮去世，我不看了；《水浒传》我看到他们被招安，我不看了；《百年孤独》我看到《百年孤独》我就不看了。我喜欢算命。有个算命的老师傅说他算得很准，我找他算过。但小伙子，我说句不好听的，你恐怕活不过26。我说我28了呀。他看着我，沉默了3秒钟，说：“鬼呀！”我喜欢算命。我路过静安寺，那是我第一次算命。老师傅说他会看面相，我不知道面相是怎么看的。我说那你觉得我怎么样？他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你不太好看。但他又说虽然你不好看，但你有烂桃花。我说什么叫烂桃花？老师傅说就是有人爱你，但你并不爱他。我给了他100块钱，我说那个人是谁？老师傅说我爱你。讲到这儿，谢谢你们，我是卡卡，拜拜。谢谢卡卡。喜欢卡卡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哎呀，哎呀，好奇妙的一段表演啊！反正就我感觉很像是一场测试。是在测他还是在测我们呢？肯定是测我们呀。就感觉，因为有我们都知道这个幽默分很多种，就是说这包袱有的是视觉上看到的包袱，有的是听别人讲述的包袱，有的是直接文字跃然于眼前的包袱，是吧？这个是不是你在测试？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写出来，我念出来和我讲出来不一样？其实我的记性很差。然后呢？然后我可能得看那个，然后因为我的记性很差嘛。卡卡，你紧张吗？
紧张，我挺紧张的。你会觉得这个读诗的方式会不会消解一点你的紧张感啊？哎，有一点儿。是刚想出来的，是吧？刚感受到。我刚才给这一票，我的原因是我刚才突然在想，如果是别人读诗这个形式，你会不会觉得很适合？就我好像想了很多脱口秀演员，可能都有点奇怪，但他放在这儿吧，读诗虽然还是怪怪的，但是你本人也是怪怪的，就会觉得哎，还挺融合的。所以我觉得你这场实验也许可，我不知道啊，但也许你可以做下去吧。对，那就干吧，那就干下去。对，有点太先锋了。怪是真怪，这个确实挺怪的，跟刚才那个刚才有一位选手林建七还不太一样。俩怪，这怪的方式不太一样。挺好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元的。林建七的怪我能理解，卡卡的怪我得研究。他跟林建七不同的是，林建七是意识流，他的本质其实是 one liner， 他本质其实是一句话的喜剧。其实你中间有很多点是很匪夷所思，是很怪的，是可以拍灯的。但是因为这是比赛，其实你应该给我一个更充足的理由。此刻我拿着，我为什么在读？那真的是诗。如果是 one liner 的话，我会觉得你的理由不是特别充分。但如果你要理由再充分一点儿，我可能会拍那个灯。所以你可以再把这个形式再做下去，但是再找一个更好的一个理由。然后那个 one liner 其实另外一种形式，你也可以去尝试。你很适合做one liner， 我觉得。谢谢老师。没事儿。其实很多是非常标准的一句话笑话。对，尤其特别逗。肯定是今天紧了，不然那个戒烟的笑话应该会笑的。就是我最近准备戒烟了，可是没有人借给我。对他那个，他有点，是好多朋友没听清，我感觉当时，是吧？好，那我应该是完蛋了。没事，但好处是你记性很差，他也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创伤。我觉得这东西好像有点挡他那包袱了，反而是吧？观众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又要干点什么？但是真是太坦诚了，你有点太坦诚了。对，其实我也喜欢写诗。我也有在那个QQ 空间什么发表的。然后聊到这个话题，我从小就喜欢写这些东西，对，然后所以读诗我也是觉得可能我也想试试这种形式。如果你问我今天的感受，我就跟鲁豫老师想的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读诗，就把它的形式感做得再强一些，要让观众听出来这是一组诗。比如它每一组诗有个标题，有某种韵律或者重复的节奏在，也许会让你更舒适一些，或者让观众也会更找到那个节奏感在哪里啊。是有道理，挺好，勇敢的尝试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谢谢卡卡。下一位要登场的演员是一位新来到我们舞台的演员，据他自己说啊，平时就是一个行善积德、乐于助人、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老好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老好人的心声。掌声欢迎来自厦门来风的武科伟。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武科伟，我老实，我这面相老实，看得出来吗？从小就老实，就是从小人缘好，老实人缘好，经常放学路上会有哥们儿等我。有个哥们儿每次见我来都很高兴啊，会掏出小刀耍一套，让我把钱给他。我后面反应过来，哦，这是勒索。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在卖艺的，很难确定的。然后这个哥们吸烟挺有意思的，烟吸进去，从嘴里吐出来，能再从鼻子里吸进去，帅。那是我们村第一台抽油烟机。他跟我们说这招叫做追龙，我说这应该叫
叫方太吧，多合理呀！他前阵子去看周杰伦演唱会，发朋友圈那个文案我受不了，说周杰伦是我的青春。他青春跟周杰伦有什么关系啊？他打架都不用双节棍的，他是刀郎啊，他是。我又不是那个，我不想他喜欢周杰伦。青春喜欢周杰伦的应该是我这种人，对吧？有一点内向，有一点孤僻。我们走在路上也不讲话，就戴着个耳机，自顾自的听歌，自顾自的听歌。他打的就是这种人啊。装什么？我实在想不到他跟周杰伦能有什么关系。我想了半天，我说哦对，周杰伦是有一首歌叫《等你下课》。合理了，我不喜欢我自己这个老实面相，长大还长这样，你说奇不奇怪？他们说我看着就像那种愿意做好事的人，还真是。高铁上那些要找人换座的情侣专挑我，专挑我。你们知道这种被人坚定选择的感觉吗？上次有个哥们，他女朋友坐我旁边跑过来，他都不讲要干嘛，直接跑过来，帅哥，这我女朋友。我说啊，你介绍我认识一下吗？我愿意做好事，但我希望自己付出是真的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你跟我换座可以，但如果换完座以后你们两个人只是坐下来在那里各玩各的手机，那我不同意。我希望看到是你们跟我换完座以后两个人坐下来立马迫不及待的法式热吻，你们求婚。你们早生贵子，那你就是张站票，我都愿意给你让座。这座当我给孩子的，不要了。但那天我还是直接给他们换了座，但我有我的小心机的。我为了让他对我换座的感激多一点，我起身的时候跟旁边一个根本不认识的老头说：“我说我先走了，爸。”这样他都不跟我说谢谢，他点个头就坐下了，太没道理。在我想象中，这样啊，他应该说点什么了吧？得说点什么了吧？他得说公若不弃，某愿拜为义父。他女朋友在旁边，时代的良心，然后整个车厢的人都围过来，起哄，喊我讲两句的，还吹老虎哨。还有给我扔钱的，还有给我扔未激活的17 Pro Max 的，这才是我要的做好事的反馈。我们从小看的那些公益广告，从来只教我们、鼓励我们去做好事，对吧？从来没有鼓励我们说谢谢。我就很在乎那声谢谢，很在乎。我地铁上很喜欢给老头让座，但我真的很在乎他那声谢谢声音大不大，听见的人多不多。当然，我自己也会提高音量。我说大爷，来这里坐。上次有个老头啊，他说谢谢。我说你大声点的，没人听见的。那老头说小伙子，大爷声音就这么大了。我说那你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谁座位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老头大骂了我一句，我就知道他会大声说话。抓什么？我让座真的很在乎情绪价值，我最烦那种一点情绪价值都不给的老头，就那种你让座他也坐，他不说谢谢，他还要反过来说小伙子，其实我不累。哎呦，显着你了，我真是。谁问你了？不累不累，你做50个波比跳呢？没人问你累不累。我所以让座，我有我的理想型老头。我的 dream 老头，我的梦中情头，我的梦中情头是那种现在不常见了，以前经常有的，就地铁那种职业乞讨的老头，那种老头进地铁的时候2条腿还跑得飞快，闸机都恨不得跨过去，到地铁里就突然没有脚了，就2只手划着那个小推车过来，会拖着个高功率蓝牙音响，这种老头别错过。很舍得给情绪价值，你只听人群中一声蓝牙已连接，我的高能量男孩来了，大
胆的给他，让他不会辜负你的。我说大爷来这里坐，这种老头一般麦克风就别在这里，擅长情绪干拔。听到我的呼唤，他说谢谢，谢谢这位善良的小伙子，好人一生平安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小伙子别闲着，你坐我推车吧。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啊！这种老头别说让座，我愿意给他养老。我就想做好事，就想被夸。路上摔倒的老人，我是一定会扶的，只要他还有力气夸我。我朋友说：“难道你扶就是为了夸吗？”是。你当我是浮夸吧？他说：“那你不算好人。”他想象中的那种好人的新闻，完美好人应该是资助贫困山区儿童的人，最后被挖出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乞丐。平时天天在地铁里扔的，私下里献出一大堆爱。他干嘛要把好人的门槛拔这么高啊？我今天就想替家人们把好人门槛打下来。只要做好事就是好人，对吧？只要做好事就值得被谢谢，对吧？谢谢我吧。我讲到这里，我叫武科伟。谢谢武科伟。喜欢武科伟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武科伟。紧张吗？还好还好。讲完就不紧张了，刚才你别管了，稍微有一点吧，感觉大家可能对我这个题材有一点，可能我自己也有问题了，你觉得呢？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是一个挺少听到的切入的角度，而且这个写作的结构其实非常单口，就是我先假定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荒谬的前提，但是经过我的一层一层推演，它其实是合理的，是好笑的。但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没有那么严丝合缝的跟观众卡在一起。哦，其实你的那个切入口挺特别的，但是你在以一个特别老实人的状态在说这件事儿，但是你给人的感觉呢，又有一点小邪恶。小恶魔。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话题好像和你的这个人有一点点在两种状态里面，就会有点游离。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挺好奇您怎么做坏事的。我以为您会后边挺极致的，我是觉得其实您这方向挺对的，您也挺适合这个的。但是后来反正就有点隔靴搔痒，他没到我们那羊肉那儿啊，这有点难受。行，大家今天痒痒肉长得有点高，没够着。但其实不是，其实我就觉得他有自己很完整的自己那一套。其实这个你感觉应该能出来很好玩的东西，黏黏糊糊的，按不戳的给你一下，按不戳的给你一下啊，黏会。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像个，这一个钥匙跟那钥匙眼儿，它要是对上了进去了，然后就怎么扭它都开。这种感觉太对了，我就一直在那里对那个钥匙眼的感觉没对进去。对，也找到了，大家都跟上了，但我觉得就会好很多。明白。其实你的切入角特别好，就是带有一点点，不是完全正面在讲一个好人好事，而是把我内心可能会有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没有那么美好角落呈现出来。但作为观众，我当时感觉我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此刻我是要正面的去看，还是我也要怀着内心那个小小的隐秘角落去看？我是应该共情还是该批判？我当时一直在找我的那个，因为我们是有一些各种规训的，就差一点点，但其实角度非常好。其实不光你在找那个门的那个，其实我们也是在找的。我就觉得，如果他按于博那么演，可能观众就会代入的更容易一点。比如你上来先委屈一下，我就想要你给我说个谢谢，就有一点这种东西，然后你在舞台上的人物可能就会，观众无论给你的是同情还是怎么样，他可能会更能接受你当下的处境。明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也是老朋友了，从脱口秀大会就在陪伴着大家。不难听出来啊，有点年纪了。我们看看这位人到中年的朋友要跟大家聊点什么。掌声有请戴维。
Hello， 嘿，大家好，我是戴维。谢谢。对，啊，确实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今年已经37了，对，都说男人过了25就是60，所以我今年72。我觉得人的衰老它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往往就是一瞬间。我的那个瞬间就是我女儿第1天上幼儿园，我把她送到校门口。给他系鞋带，我一弯腰就闪到了，我当场给他跪下，我好久都起不来，女儿当场吓哭，你也给我跪下，爸爸不要死。那天学会一个道理，小孩鞋子还是得买魔术贴的。我很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好像就是在我女儿出生之后，我身体就开始有这种断崖式下滑，我感觉自己跟一个水果手机一样。就下一代一出来，上一代就很多问题。那现在很容易累，就感觉续航变差了，那相当于电池老化。那接下来中年发福，就电池鼓包。再往后憋不住尿，电池漏液。看过一些那些自然纪录片，对吧？里面的动物都是生完下一代，完成使命，就可以去死了。看完有点害怕，我就说那 AI 有没有例外 ？AI 说有的动物一交配完就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腰肌劳损，发作的时候整个人是站不直的，得一点一点去找一个没有那么痛的角度，最后整个人变成一个 S 型，那种状态就很像打麻将手里捏着2、3条的人，就不要碰我的腰肌。但就算不发作的时候，还是会有1、2分痛。我的腰现在的最好状态就是隐隐作痛，所以你看中年为什么喜欢把手背在背后，就是为了方便随时揉腰椎。真的，历史上都有记载。你看李白他在《静夜思》的插图里面都是背着手的，就是因为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超过25了，他举头望明月，低头就对腰椎产生压力。那开始思故乡，哎呀，要不还是回家躺平吧，都是这样的。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是真扛不起来。典型中年人，虽然腰软，但是嘴硬。尝试了很多治疗方式啊，最后发现还是按摩比较有效。这按摩真的很神奇，它通过对长期承受压力的部位施加压力，就可以减少压力。按多了慢慢明白了。你看那个按摩师傅吭哧给我按1、2个小时，我的劳损就转移到了他身上。我这个人劳损了。对，现在有一个固定的按摩师傅啊，我每个星期都得去找他一次。我真没想到我人到中年最离不开的居然是另外一个中年男人。有时候出差久了，止不住的想他，想念他白色大褂和手指淡淡艾草味道。已经是个脆皮中年人了。上次跟朋友约去健身，打车去的，下车的时候门把手一拉，手肘往外一顶，肩膀就拉伤了。朋友问我你是上了多大重量，我说我硬拉一个车门。很多娱乐活动也不敢做了。我觉得中年人是不配因为娱乐而受伤的。你看年轻人玩滑板骨折，大家都很理解。中年人打球骨折，大家只会说你何必呢？没有人同情中年人，中年人钓鱼甩到高压线都不会有人同情，只有剪辑到短视频《死神来了》第386集，还被评论区嘲讽嚯，中灯变电灯啊！现在真的经不起折腾啊！我现在出趟差都很怕这些舟车劳顿，就不得不对交通住宿开始提高要求。但年轻的时候哪那么娇气，对吧？我以前出门也是通宵做硬座睡大厅无所谓，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才应该被叫做老腊肉，因为他们对运输和储存的要求都很低。中年人才应该叫小鲜肉，你一不注意保温和卫生，我们就坏掉了。但老年人又不一样，我看那种老年暴走旅游团，我每天4点起床，走4万多步，怎么做到的？难道过了60就又是25了？
肯定是退休以后闲的，因为鲜肉变成腊肉，最重要的就是咸。我爸就退休了啊，他今年70，换算过来相当于15嘛。他身体比我好得多，你从打喷嚏就能看出来。我现在打喷嚏是有可能会闪到腰的，打得越快越容易闪，那属于是一种快闪活动。我现在鼻子痒，我就开始找一个支点得扶一下，找不到的话就咽回去。我爸不一样，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完全不管不顾的自主独立的打喷嚏，而且那个声音特别大。他家里面打喷嚏我都会耳鸣，他是最经典那种。好像被人捅了一刀，而且是快进快出那种。感觉他还跟我炫耀他身体有多好，退休金拿得比我久。他每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都是一次庆祝，那跟乒乓球得分一样，社保回本了。感觉大家还挺有共鸣的。确实，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多人身体不好。你看今年节目组很贴心，给大家升级了这有靠背的座椅，明年估计有按摩座椅了。说的我都想躺了啊！我的腰也挺了超过5分钟了，得先闪了啊！谢谢大家，我是戴维。谢谢戴维，喜欢戴维今天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戴维，这篇是真情实感啊，非常的真情实感。但我看你刚刚从那个地上跪着弹起来的那一下，又非常的流畅，因为我今天没有发作。等一下可能会回去恢复一下。而且现在好像就这个话题越来越适用的年龄段好像越来越宽广了。咱们这儿最年轻的是大林，是不是？我也觉得不太行了，我今年刚30。主要我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就这个时间给你的一种心理暗示。往常就小时候没觉得什么，反正现在肯定首先熬夜熬不了了。熬夜都熬不了了，然后这个感觉身体什么各方各面的，当然我也向来不以筋骨为能啊，我也不是这个特别利索的人，反正就在干什么自己心里就先来说，我来不了，我真不行。你为什么要问我？我是最没有经验的人啊！你得问博哥呀。嘿。啊，因为博哥已经又到18、19那个岁数了。刚才我就在这说，我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开始说他爸了，我一看这跟我一样，劲头贼好，你知道吗？我大概是属于这种。过年的时候，我还跟一发小，我们2人就自己随便买了个便宜机票，我们就出去坐9个小时的什么公交，然后徒步啊，然后什么这种的。坐9个小时公交？就是那个大巴。我刚才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年轻的表现，直到刚才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已经开始逆转了。对，所以说呢，刚才到最后我也一直我说这灯是拍是不拍？不拍，好像感觉是说我怀恨在心了。结果我拍了，好像他说的也是我，知道吧？鲁豫老师其实一直是我心里一个高精力的代表人物。特别不好意思，真的是特别不好意思。在这个时代，你就会觉得，如果你还是一直如此高精力的，然后乐此不疲的工作，它不太符合整体的大的氛围，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觉得啊，这样会不好意思承认。但是有没有办法？你没有那个感受吗？我不明白，我很脆。但是我无条件支持任何年纪的人都有权认为自己体力大不如前。他只有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会真正的完全审视自己的身体跟人生。我比戴维还大1岁呢。咱们差不多。对，你89的是吗？对，我89。我还比你大1岁，但是我现在好像正处于我那个很高精力的一种状态。但是我刚才听大林说的时候，我特别有同感，就是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容易犯困，然后哪儿都不舒服。但是你好像熬过了几年之后，你会觉得现在是一种所以我再等1年。其实无所谓，就是每个人跟这个世界发生互动的方式都不同。其实你这样完全没耽误你做任何事儿。